大人，请看。这是什么竹子？如此耀眼刺目。据小侯爷告知，这是战国魏惠王的心爱之宝，也是稀世之珍，名叫赵胜珠。赵胜珠，赵胜珠。若是本府记得不错，八王爷曾向本府提过此珠，说是珍藏在皇宫的藏宝阁之内。小侯爷又怎会转赠于你呢？大人是说，这赵胜珠原本是在藏宝阁里面的珍藏？不错，八王爷曾在酒宴之中，酒酣耳热之际，确实向本府提过。如此说来，白玉堂提醒属下的似乎不假。他提醒什么？回大人，白玉堂提到，为何我们没有想过坚守自盗这4个字？大人，白玉堂私闯皇宫大内，藏宝阁内盗宝一案，原本十分复杂，现在倒有线索可循了。此案的确错综复杂，纠葛不清，是备会大费周章细细审理。不过，本案的关键人物白玉堂与那方素心，果真会前来开封府投案吗？回大人，方素心想要昭雪方家一家3口的冤案，势必会来。至于白玉堂，他已亲口承诺属下，必定会践诺而来的。包大人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否则本王还要开封府去亲自拜访你呢。包拯万万不敢。八王爷有事啊？在你们来之前，那安国侯的小侯爷他刚告辞离开。他呀，给本王叙述了一段十分曲折离奇的案情。说是有个女子竟然假骗婚之名，想行刺于他。原来如此。如此说来，八王爷对此案已经略知梗概了。正是。然而，请恕包拯直言，小侯爷所言只是一面之词，展护卫却另有说法。哦。本王倒想听听展护卫的说法。若依展护卫的说法，则对小侯爷十分不利。那名方姓女子曾受到小侯爷欺凌压迫，也是此案的苦主之一呀。包大人，展昭行事，相不妄言呐。王爷说得不错，展护卫一向谨言慎行，若不是握有实证，绝不敢以臆测之词回禀包拯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小侯爷一大早来找本王，那是想先发制人。那包大人，你对此案想如何处置啊？目前尚无法定论。不过古人云，你不必再古人云了。你的那句名言，本王记得很清楚：王子犯法，乃与庶民同罪。哈哈哈哈哈！八王爷果然习我之我，确是如此。不过，包大人，这安国小侯爷可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呀。想当年那陈世美，他只是个驸马，他不姓赵啊。那安乐侯庞玉也只是姓庞，不姓赵。包大人，你明白本王的意思了吗？
八王爷善意提醒，包拯感激不尽。那安国侯小侯爷赵世俊，按照皇室的御蝶排行，他应该是本王的堂侄，也就是当今皇上的堂弟。包大人，此案将会十分的棘手啊！八王爷说得不错，小侯爷乃是皇室至亲，此案的确棘手。不过，包拯今日前来，却并非为了案情，而是另有一事，想要当面请教八王爷。哦，另有要事，包大人请讲。先请八王爷看一样物事。来，八王爷请看。包大人，这可是皇家才能用的颜色呀。正是。八王爷请看。光看这黝黑透亮的玉帛，就已是价值不菲呀。我怎么觉得这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八王爷曾向包拯提过，在大内珍藏之中，有一稀世之珍赵圣珠，不知八王爷可还记得？赵圣珠，本王记得。请八王爷过目。光芒耀眼刺目，就是它。哎，太刺目了，盖起来吧。哎，包大人，这珠子怎么会落在你手里呀？此珠乃是小侯爷赠予展护卫的。包拯唯恐有误，故而特来请教八王爷。赵圣珠正由皇室的藏宝阁珍藏，怎么会落在安国小侯爷的手里，转赠给展昭呢？难道说藏宝阁中另有一颗赵正珠？正是。此事十分的玄妙啊！包拯，你马上随同本王一同去一次藏宝阁，亲自查看。包拯遵命。八王爷请。给八王爷请安。八王爷请。包大人请。来，请。禀八王爷，这只黑色的玉钵内就是珍藏的赵圣珠。打开。是。孙永福，奴婢在。你乃是皇宫大内藏宝阁的总管太监，你能确信这一颗就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赵圣珠？回八王爷，奴婢只是负责清点查看，从不敢打开过，否则就属于伪指之罪。所以奴婢从未见识过，不敢确定。好，那本王就让你今天见识一次。包大人，孙永福，你再看看眼前这两个有何不同啊？回八王爷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满口胡言！你看这一个，黝黑透亮，细润光泽；另一个晦暗粗涩，黯然无光。你怎么能说是一模一样呢？啊？回八王爷，奴婢是说这颜色、大小、样式是一模一样。好，
那本王今天再让你见识更不一样的。孙永福，你再看看这2颗赵圣珠，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假呀？回八王爷，奴婢浅见。不过，依着珠子的颜色和光芒度上来看，还是包大人拿来的是真的。哼，那为何真的赵圣珠流落在外，而留在皇宫大内的却是赝品呢？莫非有人假榆木而混珠？回八王爷，奴婢不知。混账！你身为藏宝阁总管太监，岂能不知？你今天若是不给老夫一个满意的答复，那就是渎职之嫌。本王还不得不怀疑你监守自盗，以假换真，那可是杀头之罪呀！八王爷明鉴，奴婢只是一个太监，见识浅薄。再说藏宝阁的宝藏超过1000件，奴婢实在不能一一检查查看呐，还望八王爷明鉴。你禀八王爷，那孙永福之言倒也是实情。好吧，那既然有包大人为你求情，本王今天也暂时不怪罪于你。不过，我限你在10日之内，要将藏宝阁所有的珍藏一一查点，开列清单，由本王亲自查看之后，转奏皇上。你若是无辜，那自然没罪；你若是有监守自盗之嫌，莫怪本王无情，将你交于开封府纠办。起来吧。谢八王爷，奴婢遵命照办。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府尹包拯，不知小侯爷驾临，有失迎驾，还请小侯爷恕罪。包大人言重了，是晚辈未曾知会包大人，冒昧来访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晚辈2字，包拯不敢当。小侯爷乃是皇家血印，天皇贵胄。晚辈虽然姓赵，但论年龄辈分确实晚辈，还请包大人千万不要客套。如此一来，包拯就受之有愧了。这位想必就是鼎鼎大名的公孙先生了。不敢当，学生公孙策见过小侯爷。小侯爷，请坐。包大人请。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想必包大人已经知道晚辈的来意。包拯并不确知，还请小侯爷明示。今日上午，晚辈拜见了八王爷。八王爷乃是晚辈的堂叔，想必包大人清楚吧？小侯爷乃是皇亲，包拯当然明白。然而，小王爷望驾本府，莫非是奉了八王爷之命不成？奉命，倒不是，只是承蒙八王爷一点指点。包大人大公无私，断案如神，晚辈蒙受不白之冤，唯有向包大人申告，才能还我清白。但不知小侯爷受何不白之冤，又要状告何人呢？一是亲命要犯锦毛鼠白玉堂，二是草民百姓方素心。
小侯爷告他2人何罪呀？白玉堂污蔑晚辈欺负百姓，有辱皇家威仪，挟持晚辈以生命要挟，甚至想手刃晚辈，足见其凶残其性，狠毒其心。晚辈想向包大人申告，将白玉堂严正典刑。哦，居然有这等形式，那又告那方素心何罪呢？方素心假借名目谎造身份，居然以骗婚之名行谋刺之实。幸亏晚辈托皇家洪福祖印庇佑，幸免于此。此女目前正与白玉堂勾结串联，互为狼狈，还请包大人为晚辈做主。如此说来，的确是胆大包天，胡作妄为。然而，包拯却有一点不明白。包大人有何不明白？那白玉堂与小侯爷何仇何怨，想要置小侯爷于死地？那女子方素心又何以会谎造身份，以骗婚之名而欲行刺于小侯爷呢？其中曲折说来话长，晚辈深知包大人公务缠身，寸阴如金，特地准备了一份状子，还请包大人细细过目。小侯爷果然是有备而来，但不知诉状何在？请。待本府细细详读之后，必定严查严办。届时，只怕还得有劳小侯爷亲临本府公堂，以为人证。包大人放心，晚辈一定到场，不敢多有打搅，请恕晚辈告辞。包拯恭送小侯爷。包大人请留步。小侯爷好走，改日公堂上见。想不到年纪轻轻，居然是个狠角色。不过，其心虚者，其情必交；其理亏者，其言必夸。小侯爷已经露出狐狸尾巴了。公孙先生真是一语中的。那小侯爷赵世俊，聪明狡猾，兼而有之，能屈能伸，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所能及呀。可惜呀，可惜呀。小侯爷回来了。是。看小侯爷的模样，神采奕奕的，像是此行十分顺利吧？不错。没想到名满天下的包拯也不过如此，见到我也十分的恭谨客气，一点官架都没有。那可不，因为小侯爷的身份地位不同嘛。这么说来，这场官司赢定了？当然，我有90%把握。可却为何只有90%？方素心告我迷奸他姐姐，这件事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？没有了。到了堂上，你总不会出卖我吧？小侯爷是在折损小的，就算掉了脑袋，我邢三还是对小侯爷忠心耿耿。另外，方素心告我毁他容貌，酷虐于他，当时他是被蒙着眼睛的，凭什么指认是我？那是，如果他胡乱指认的话，那就是贪污。如此说来，再加上老侯爷和八王爷做后台，那包拯虽然铁面无私，
但也断不了小侯爷的罪。不，我们还忽略了一点，所以说只能有90%把握。那小侯爷的意思是？你忘记了一个关键人物——丰德县的县令朱文仪。当初我嫌方父纠缠不休，怕他层层上告没完没了，所以的确是我让朱某人将方父活活打死的。那朱县令可是咱们自己人呐！什么自己人？人心隔肚皮。他想升官想发财才来巴结我。万一包拯真找他前来作证，以他的势利眼，只怕会有变数。这一点，小的倒觉得小侯爷无需过虑。怎么说？一来，那朱某人拿过咱们不少好处；这二来嘛，千里为官只为财。正所谓3年清知府，10万雪花银。他是个肯收钱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如又以重利，他必定收下。他收了，那就是贪渎纳贿。就这一点，他在包拯面前也担当不起吧？你所说的重利是给多少？他的月俸是20贯，也就是20两银子。他1年的俸禄也不过是240两，咱们许他2万两银子，将近于他10年的俸禄。以他那种人，会不动心吗？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处理。我给你写张字据，你立刻赶回侯府去找账房，把这件事小心谨慎地办妥了它。是。还有一件事想禀告小侯爷。说吧。那崂山4煞今生恶煞和毒煞，已追随小侯爷来到开封府了。他们还有脸来见我？当时无属人多，所以他们才落败。如今重回到小侯爷身边，倒也有请罪之意，就请小侯爷莫记前嫌了吧。我看他们也没什么本事，只是浪得虚名的朽木而已。小侯爷，就算是朽木，也有可用之时啊。比方说，天儿冷了，朽木可以烧火御寒，您说是不是？邢师爷的意思，还是想让我收留他们？有胜于无，多2个帮手，终归会有用的。好，人呢？他们不好意思直接来见，让我先禀告一声。他们人安顿在后院的客房里。你先把正事儿给我办好了吧。至于他们，等我心情好了再说。是。